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5日晚间19点1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美国劳动节今天停牌，但道指呢目前盘前合约依然在运行在分时上看到了一些震荡，但同时呢道琼斯工业指数本身呢处在周线级别的一个下跌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道指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走了一轮周线反弹，周线反弹遇阻60日均线之后走了一个十字星，十字星之后呢出现了第一根阴线，也叫悟空阴线，然后目前处在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在周线级别上道指就有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下面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在日线级别呢，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正在走第2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它的第1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完成了，并且跌破了60日均线跌破60日均线之后，目前走出了2阴夹1阳，但这3根阴线呢，我们都把它看成是日线级别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的悟空阴线分析到这里呢，我们知道世界行情作为世界经济60%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就是美股的一个综合指数，正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那比特币目前在日线级别上连续10个交易日出现了横盘震荡。那目前为止，我们很多人都判断比特币目前可能是处在一个非常接近底部的位置，但我认为不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8月19日的这里日线级别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之后走出了围绕悟空阴线的震荡这些震荡呢，我们都把它当做妖怪 K 线。悟空阴线组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那么目前行情的这些震荡，连续10个交易日的震荡，都是属于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下方呢，就有可能走出一个唐僧阴线最终呢打到19000到18000这个区间。所以呢，现在横盘震荡给了多空2个方向都很大的不确定2个方向很大的不确定。但我依然认为空头方向的发现空头方向的趋势还没有走近。那从 K 线西游战法这个角度分析完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震荡位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整一下从日线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因为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它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结构已经没有出现焦点，然后正在脱离于这个下跌结构。那么目前处在的行情的结构呢，就是一个横盘震荡的结构。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观察到目前可以画出来的结构我们重新找一个交易对找一个比特币的交易对去画，因为这个图已经画得很乱了找一个交易对去画之后呢，我们发现4小时级别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围绕震荡的一个收敛动作。这个收敛动作呢是一个楔形的收敛动作。通过画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画出来这个楔形的收敛动作。然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再度缩小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图上我连接出来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还是比较准确的。目前主要的支撑是在$19500附近。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非常接近于19500，但它这个结构呢还没有走完。为什么说还没有走完呢？我们认为一个结构你能够看到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之后，这个结构就已经确定了。在确定性的结构当中，它越接近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在这个近焦点位和焦点位呢，是行情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们对行情有一个空头方向的预期这个预期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因为日线级别上比特币要走这个唐僧阴线，跌破$19500之后事实上跌破$19500之后呢，它要走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那在这个结构上来看我们什么时间会走出这个唐僧阴线呢？我刚才提到了收敛三角形的
近焦点区域和焦点区域是变盘的位置。那么目前来看啊，已经非常接近了啊，接近焦点区域的时间呢，大概是在9月7日。那么今天是9月5日，也就是说还有2个交易日，行情进入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当然了，明天美股开盘也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所以呢，行情继续走下去，发生变盘的时间点已经非常接近。那么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点位上应该有布局空头仓位。同时呢，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从21000美金跌到19500美金这个区间上它发生了1次反弹、2次反弹，目前3次反弹已经出现了。所以呢，在行情的底部已经多次出现了这个波谷。我们数一下，目前已经走出了1次、2次、3次，这第4次呢走的比较凌乱根据江恩的4次波谷法则呢，4次波谷之后容易出现向下运行的一个机会。就是有更高的概率出现下行的机会。同时呢，我们在行情当中很多次会发现一旦出现这种下行它往往会出现4次波谷。比如说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确实的数一下，这里是1次，这里是2次，这3次呢合并成1次3次，这是第4次。4次波谷之后它发生了一个快速的反弹。晃片性 K 线出现之后迅速下杀，那么在这里面它继续往下走就有2种情况一定要记住2种情况。第一种呢是行情走得非常弱，是直接下杀过来，跌破19500美金，然后奔19000到18000这个区间去。第二种情况呢和前面这个行情就比较类似，它突然在焦点位或者是近焦点位出现一个快速拉升的幅度达到20500附近，再次快速下杀。所以呢，对这种两种情况呢，我们要做准备。怎么样做准备呢？就是分布式布局仓位一个仓位我们搞进去之后呢，要把这个下一个仓位的布局做下一个准备。同时呢，在高点是一个止损，这个止损位置我认为你在这个位置进场的话是在21000美金即可不要让自己的仓位受到过大损失的同时布局自己的空头仓位行情当中只有这几个东西一个是趋势，目前确确实实在日线级别上处于一个下行趋势过程当中，这个下行趋势呢走到19500之后，它横盘震荡了，横盘震荡之后它也是一个下行趋势。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布局从哪儿布局到哪儿呢？我认为是在19500美金一直可以布局到20000美金附近布局到这里之后，在21000美金附近设置一个止损位，或者根据你的仓位，根据你的个人情况自行考虑设置一个止损位。止损位一定要有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了在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能够伤害自己。所以呢，目前是一个布局空头仓位的时间点，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行情当中变盘的时机。所以呢，我刚才给出了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呢，目前处于下跌趋势当中的震荡行情当中这是一个方向的判断。那第二个判断呢，我给出了2个位置这个位置的布局一定要考虑到止损，在什么位置上布局，怎么样设置止损，这一定要考虑到趋势位置，再一个就是控制你的仓位这几点做好之后呢，大概率会在行情顺应行情的情况下获得趋势上的利润，而趋势上的利润呢是最大的这我们都知道。当然了，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回到刚才的结构当中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不对空头有更多的下跌预期。这个18000到19000这个区间呢到达之后，我认为行情有2次见底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在9月中旬的行情当中展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它在下跌过程当中，这个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回补动作这就相当于我们手胳膊受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伤口这个伤口可能是被玻璃划伤了被石子划伤了，被这个衣柜的柜角划伤了之后呢，大量流血之后呢，我们会用手迅速的干什么呢？捂住这个伤口也就是17605反弹到25000美金附近。这个过程呢，我们看到了反弹幅度达到了42%。捂住伤口之后我们还要快速的跑去医院去包扎。
包扎这个过程还要流血，还要疼，所以呢，我们发现了。就是还没有包扎之前，我去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流血，还要疼，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行情出现了2次见底啊，目前呢，达到了19500啊，下方还有一些空间，但是呢，去了医院包扎之后啊，这个会止血，但也还会疼。这个去医院包扎这个过程就是2次的第2轮的反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然后还疼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它还要疼一段时间，还要下跌啊，然后去医院包扎之后啊，这个伤口逐渐愈合，所以呢，我们在行情当中类似的情况就在这里，伤口出现伤口迅速止血，包扎止血还疼，包扎然后缓慢的形成一个收敛三角这个收敛三角形成的过程我打了个比方那么行情走在这个位置上走出日线级别下跌修之后它有可能出现2次反弹，但是第2次反弹的幅度往往会小于第1次反弹的幅度第1轮的反弹呢，我们看到了42%的反弹空间，那么第2轮反弹呢，它有可能是25%，这个反弹的力度我是测量过的大概是在25%附近，然后呢，围绕19000到18000这个区间，行情会出现逐渐的震荡，同时呢，这个震荡过程我们可以用小日线看到比如说从21500美金跌落到19540美金，你看它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形成的？它就会走出第1轮反弹，然后下来再反弹下来，再反弹下来。但是我们看到了每次反弹它都是逐级减弱的这是小日线，小日线和日线它会有一个分型的效果。也就是说，小时线的 K 线，它的组合形态会非常类似于4小时线的，4小时线的组合形态呢，也会非常类似于小日线的，日线的形态呢，会非常类似于周线的。所以呢，你搞懂一个时间级别之后呢，就会对更大的时间级别或者是更小的时间级别有这个行情上更多的预判在这里面特别是在像这个比特币这种几乎没有庄就是因为它的庄非常分散就是很多势力很多大资金都想控盘于它都想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最终的结果呢就会导致这个势力相互抵消，所以呢可以当做是一种无庄的状态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特币的庄当做一个活力当成一个合力我管它定义为超级主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分析完小日线之后，我们就会对当前行情当中的日线级别上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预判。那么怎么样判断这个行情能够出现反弹呢？我认为标志性的东西一定要有，就是有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才能判断趋势目前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反弹行情比如说你看6月19日这根阳线上涨的幅度达到了8%这根阳线是在下跌过程当中出现的虽然它前面有个大阴线跌幅达到7%，但是反弹的力度也非常大。这根阳线的出现呢，预示着行情出现了一波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8月19日这根阴线达到了10%，那么这根阴线作为标志性的阴线，后面的行情都围绕这根阴线展开。所以呢，如果出现反弹行情，会有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出现，在标志性的阳线引导作用下，行情才有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反弹。那么目前行情处在震荡阶段处在下跌趋势当中的震荡阶段，所以呢，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反弹，所以我们依然以做空为主要获利方向同时呢，做空的时候也要适当的设置一下止损。然后回到以太坊的行情当中来这个行情呢，我们是这么看的我们要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目前来看正处在一个小日线的反弹阶段，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从 0.08 这个非常接近于前高的位置上来看它的前高是 0.081 然后近期的高点呢是 0.08 接近前高之后迅速回落目前正围绕这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这个小日线级别下跌还走得非常规律它走出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
走出来之后呢，围绕这个行情做出非常缓慢的反弹动作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目前以太坊虽然在震荡和下跌的过程当中，但是它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是略微强势的。这个强势呢是小日线级别的，但目前行情当中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它急速下跌和比特币类似，分析方法类似的是，快速下跌之后它进行第一轮回补啊，第一轮回补完成之后做第二轮回补，它也要做一个楔形的小日线级别的整理状态，最终呢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再次往下走。为什么说它会往下走呢？以太坊为什么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往下走呢？因为它这个位置非常接近于前高，并且当前行情它走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它只是在这个接近焦点位发生了一个突破，突破之后呢，它还会绕行下来，最终走出一个下行动作啊。那整轮行情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主要围绕这个大型的周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运行啊，下跌之后反弹上来，反弹上来之后还要下行跌破，跌破之后呢，我们会在行情当中发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这个黄色的下跌过程发生反弹之后，会有绿色的下跌过程与前面的下跌相互平行，在行情当中非常多的这种现象就是平行结构。我们看这个前面这里这个反弹下跌之后再反弹，再次下跌，反复的做平行结构。所以呢，目前来看下跌之后发生反弹，反弹之后还没有与之对应的下跌结构出现，所以呢，这不是正常的情况。所以呢，未来行情当中以太坊虽然有利好支撑，但随着这个利好的消化，以太坊的下跌过程会相对于比特币非常凶狠那我们回到以太坊的本身。以太坊本身来看我们昨天分析了，这里面就简单说一下在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几重压力的存在第一重压力呢，是由它最近一段行情当中，也就是5月份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在1650到1600这个区间形成的一个压力。上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线的压力呢在1650，所以呢三重压力处在这个区间上，构成了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横盘震荡怎么也突破不了同时呢，在8月19日这根阴线的势力范围8月19日的这根阴线呢，在比特币那里也有都是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震荡，这些震荡呢是妖怪 K 线，然后走8界阴线。8界阴线走出来之后，目前它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但是沙僧被杀死了之后呢，它处在一个8界阴线和沙僧阴线共同的一个势力范围。所以呢，对下方的预期，我们预期在日线级别上它有唐僧阴线走出来同时呢，日线级别我们分析完了之后在周线级别上它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看到了8月15日，也就是8月19日的那根的阴线的影响下它在这周出现了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目前处在8界阴线的势力范围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我们管它叫8界阴线的遇到的妖怪也就是8界要杀死的妖怪，对我们对行情的判断起到了干扰作用。干扰作用没关系，我们依然对行情有这个下跌的预期，直到它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呢，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与反弹上涨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相互对称这样形成一个同美股类似的对称性周线级别的涨跌因为美股和以太的时间级别非常类似美股出现了周线级别反弹，那么它有可能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以太坊这里面就有可能出现与美股相互对应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这样呢，我们对以太坊的预期就在$1100附近。然后我们说一下妖币 LUNC 也就是 Luna 的老币这个老币归零之后快速上涨，然后我们分析它呢，主要是用这个1000倍的 LUNC， 因为它的 K 线显示的比较正常虽然少一些，但是它的 K 线显示的比较正常。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在日线级别上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是从8月23日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它后面有个妖怪，这
两根阳线呢，这两个阴线和阳线呢构成悟空阳线组，然后走八界阳线组啊，是由5根阳线和阴线构成的啊，震荡构成的，然后走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这组 K 线走完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呢，就有一个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的一个预期，同时呢，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呢，它有可能构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周线级别上涨呢，就把6月27日的这根阳线构成悟空阳线，然后呢合并 K 线之后，这一组 K 线呢都构成悟空阳线组啊，后面的是干扰 K 线啊。然后呢，这样对多头方向有这样的预期的同时呢，我们在昨天为什么要做空呢？因为它这个行情是不断变化的啊，它的变化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把它画出来啊。稍等一下啊，这里面就可以了啊。首先呢，它在小线级别上会形成一个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是因为不断的冲顶之后，它要做一个对称性的小线级别调整啊。小线级别上的结构当中，我们发现了它做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并且在收敛三角中心位置发生了下跌，下跌之后呢，开始震荡，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对这个行情中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进行不断的调整根据它这个行情的运行情况来那我们昨天为什么要做空呢？因为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发现了连接它波峰连线和最多的波谷连线之后，走到了哪个位置呢？走到了焦点位，焦点位是我们的黑洞，黑洞就是我们做空的位置，然后我们做空获利30%左右之后呢，设置一个止盈止损位因为我们是获利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了保持利润我们要设置一个止盈止损位就是保证我们利润的同时能够让我们及时安全的撤离出市场那么行情走到今天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动作这个结构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要通过连接它目前形成的一个最多的波峰和最多的波谷，对它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的焦点位，也就是这个位置发生了变化，并且它做出了一个突破性动作这个动作呢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近焦点位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那么它做出突破之后，就会有一个阶段的上行这个阶段的上行呢构成了我们有这个日线级别第2轮它发展的一个预期所以呢目前来看它在日线级别上呢还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上那我们怎么做它呢？日线上处在一个多头趋势，那我们把它切换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它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个标志性阳线在哪儿呢？我认为不是这根不是9月5日4点这根因为这根阳线并不突出，它涵盖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那突出的阳线是哪根呢？突出的阳线是今天4点的这根悟空阳线。这个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如果低杠杆做多或者现货做多的话，我们把止损设置在 0.26 附近然后回踩之后，我们顺势做这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那么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呢，就有可能在我们设置止损的前提下它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甚至是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那么这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是悟空阳线，这个位置是八界阳线，那么目前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周线级别上，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获利于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或者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这个空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怎样操作，进场控制仓位设置止损是必须的条件。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